各位乐龄养生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彼得，在医院的老年医学科服务了将近40年。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今天也想问问大家，您觉得一个人要想健健康康活到95岁，甚至100岁，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猜，很多朋友心里的一个跳出来的答案，可能是要有钱，有钱就能吃最好的补品，或者也有人会说，那得看命，基因好，父母都长寿，这种福气强求不来的。这些想法我完全理解，但是我必须很诚恳地告诉大家，现代医学的研究，还有我临床每一天看到的真实情况，都指向另一个答案。我们日常怎么生活，我们身体的功能还剩下多少本钱，这才决定了我们能不能碰到那个天花板。特别是当我们跨过70岁这道门槛之后，你身体里还保留着多少年轻的能力，比你吃多少燕窝、鱼油，更能准确地告诉你未来的路还有多长、多稳，克才自然的熄灭，而不是一支冒着黑烟、火光摇曳，让人看了都担心的蜡烛。所以今天我特地为大家整理了判断老人是否健康长寿的6个黄金指标。这6个指标不是什么高深的医学术语，也不用你花大钱做昂贵的检查，它就藏在您每一天的生活小事里。请您一定要耐心听我讲完，如果您能做到其中3条以上，哪怕只是勉强达标，我都要用力给您竖大拇指。在我们开始细说之前，如果您觉得今天陈彼得医生分享的这些知识能带来帮助，请您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一个健康2个字，或者帮我按个赞。那我们首先要聊聊，为什么70岁到85岁这个阶段特别关键。在我们传统观念里，人一旦过了70岁，心里常常会冒出一种看不见的焦虑。这种焦虑不只是怕死，更多的是怕拖累，怕给儿女添麻烦，怕自己变成没用的人，怕最后那段路躺在床上不能动。我们台湾长辈很常讲一句话，希望老了不要做孩子的包袱。这种心理压力有时候比高血压、糖尿病更伤身体，它会让人不知不觉地放弃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在老年医学里，我们非常重视一个概念，叫做衰弱症，英文叫 frailty。 很多老人家身体垮下去，不是突然得了一场大病，而是从一些很小的地方开始的，走路越来越慢，胃口越来越差，体重莫名其妙的减轻，精神越来越不济，就像房子慢慢出现裂缝，一开始不注意，最后就可能崩塌。但是我要带给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衰老不是一个匀速往下掉的直线，它是一个可以踩刹车的过程，甚至在有些方面，我们还能让它倒车，把它修好一点。今天我们讲的这6条标准，参考了美国老年医学会和日本长寿科学研究机构的评估方法。我们不看你的体检报告上红字有多少，我们看的是你的身体在真实生活里还转不转得动。这6条分别对应了我们身体的心肺耐力、神经修复力、消化代谢力、大脑认知力、免疫调节力，还有最根本的生活自理力。如果您现在觉得这里酸那里痛，心里有点没底，别着急，听完我接下来的分析，您可能会笑着发现，哎呦，原来我的身体比我自己想的还要棒。好，我们现在就一件一件仔细的来看。这第一件事啊，也是最直观的一件事，就是看您走路的样子。老话讲，人老先老腿，树老先老根，这句话太有智慧了，而且完全符合科学。很多长辈觉得走路吗？能移动就行了，要什么好看？但在我们医生眼里，步速，也就是走路的速度，被称为第6大生命体征。它的重要性跟血压、心跳、呼吸、体温和疼痛指数是同一等级的。为什么走路这么要紧？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迈开腿的动作，它需要您的大脑发出指令，左脚出去，神经像电线一样把信号传到腿上，心脏要用力泵血把氧气送过去，骨头要稳稳地撑住，肌肉要一收一放，小脑还要时时控制平衡，不要摔倒。这是一个全身总动员的精密合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状况，尤其是如果得了现在很常见的肌少症，也就是肌肉悄悄流失了，您的脚步马上就会拖沓下来。美国有间匹兹堡大学做过一个好几年的研究，分析了好几万名65岁以上老人的资料，结果发现走路速度是个超级准确的寿命预测器。具体的标准大概是多少呢？是每秒走 0.8 米到1米。这听起来很抽象，对吧？我换个您一定能懂的说法，就是过马路的时候，您能在绿灯变红之前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地走过去，或者说您花10分钟能稳稳地走完大概500米的路。如果您到了70岁还能保持每秒1米左右的速度，
走路带风，脚步扎实。那我要恭喜您，这说明您的心肺功能和肌肉存量还维持在壮年的尾巴水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资本。我有个老病人，住在台北民生社区那边，我们都叫他阿土伯，今年81了。他每天早上雷打不动，一定要去国父纪念馆快走2圈。我看他走路，背是挺的，脚抬起来，落下去，清清楚楚，不会在地上拖出沙沙的声音。有时候在路上遇到，我想跟他聊2句，还得小跑几步才跟得上。阿土伯常跟我说，陈医师啊，只要我这2条腿还听使唤，我就觉得我没老。果然，他的检查报告显示，他血管的弹性比很多刚退休的人还要好。所以啊，大家可以在家里给自己做个简单的检查，不用任何仪器。第一，您上下家里的楼梯需不需要人扶？会不会每走几阶就要停下来大口喘气？第二，您平常走路会不会觉得头重脚轻，或者眼睛总要盯着地上，怕一不小心绊倒？第三，您能不能一口气连续走20到30分钟，比如去公园绕一圈，而不会心慌喘不过气？如果这3样您都能轻松做到，那真的要给您拍拍手，这第1条您就完美达标了，这是长寿最硬最扎实的底牌。如果您觉得最近脚力好像有点退了，也别灰心，从今天开始，您可以试试一个很简单的作战训练，找一把牢固的椅子坐下去，再完全靠腿的力量站起来，尽量不用手去撑椅子，这样反复做几次。这个动作专门锻炼大腿最关键的股四头肌，在老年医学里，这叫抗阻力训练，是预防跌倒、延长健康寿命最划算、最有效的投资。说完了腿脚，我们来讲的2件顶顶重要的事，睡觉。人过了70岁，很多长辈最怕的一个字就是醒。半夜醒来，看着漆黑的天花板，数羊数到天亮，那种滋味真的又孤单又难受。很多长辈会跟我诉苦，陈医师，我真是没用了，现在连好好睡一觉都成了奢望。但是，如果您现在还能做到，躺下来20分钟内就能睡着，晚上醒来不超过1-2次，而且醒了之后翻个身又能迷迷糊糊睡回去，早上起来感觉精神还不错，那我必须告诉您，这真是老天爷赏饭吃，是很大的福气。为什么睡觉能决定寿命长短？这几年脑科学有个重大发现，我们大脑里有一套特别的清洁系统，叫做类淋巴系统。您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里的垃圾清运车。这辆垃圾车非常有个性，它只在一种时候上班，就是我们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它负责把大脑白天辛苦工作产生的代谢废物，比如那个可能导致阿兹海默症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统统打包带走。如果您长期睡不好，睡很浅，一直做梦，天没亮就醒，这些大脑垃圾就会堆在脑子里运不出去，就像家里的厨房垃圾好几天不倒一样，不仅会发臭，还会招惹虫子。所以，睡得好，证明您的神经系统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非常强，这是通往95岁健康之路的重要护航键。如果您现在睡眠有些小麻烦，陈彼得医生给您几个不用花钱、很实在的建议。第一，白天要多见光，这特别重要。每天上午，趁太阳还温和的时候，出去散步，晒太阳30分钟，这能帮助您的身体在晚上制造出足量的褪黑素，这是睡眠的天然开关。很多长辈怕晒黑，怕晒伤，包得密不透风，反而对睡眠不好。第二，午睡要浅尝辄止，有午睡习惯很好，但中午打个盹，30-40分钟就足够了，我们叫它充电小憩。千万不要一睡就2-3个钟头，否则把晚上的睡眠额度都用光了，晚上当然睡不着。第三，把卧室弄得凉快一点，稍微低一点的温度，比闷热的环境更容易让人沉沉的睡去。接下来我们讲第3件事，关于吃和拉，也就是消化和代谢。我们台湾人见面最爱问吃饱没，这其实是一句充满养生智慧的问候。对于7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有食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健康信号。我在门诊常看到很多长辈因为害怕三高，饮食变得极其清淡，每餐就是白粥配酱瓜、豆腐乳、烫青菜，一点油花都不见，肉不敢吃，蛋黄挖掉，鱼也怕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我要在这里郑重地请大家更新观念。对70岁以上的高龄长者来说，身上稍微有点肉肉的微胖，反而比瘦到见骨要来得长寿，因为营养不良和肌肉流失带来的风险远比营养过剩要大得多。这里就要提到肌少症，如果蛋白质吃不够，肌肉就会像沙子一样悄悄流失，人一虚弱就容易跌倒，一跌倒就容易骨折，一骨折卧床，跟着就可能肺部感染，
这是很多老人家最后不得不走的路径。我们的肠道被叫做第二大脑，它不光是吸收营养，人体有70%的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肠道里，肠胃功能好，代表您的免疫防线固若金汤。这条标准的具体表现是：第一，有饥饿感，到了吃饭时间肚子会叫，看到美味的食物会有欲望，比如闻到刚出锅的胡椒饼香，或者看到卤的油亮的矿肉，会忍不住想尝一口，这代表您的生命之火还烧得很旺。第二，不挑食，鱼肉蛋奶都能吃，蔬菜水果也喜欢，稍微硬一点的苹果、芭乐，您的牙口也能应付，这说明您的咀嚼和消化能力在线。第三，排便顺畅有规律，这一点太重要了，不需要依赖换肠剂或泻药，每天或每隔1天就能自然顺畅的解决，说明您的肠道动力十足。前面这3条我们讲的都是身体机能这类硬件指标，从第4条开始，我们要聊聊心理，也就是软件的部分。这第4条就是，您心里还有没有惦记着觉得好玩的事？很多人退休之后，生活不知不觉变成了3等，等吃饭，等睡觉，等孩子的电话，整天守着电视机，遥控器按来按去，却找不到一个想看的节目。这种状态，人的精气神萎靡的最快，大脑也生锈的最快。而那些我们看到的百岁人瑞，他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很忙，甚至比上班的时候还忙，日程排得满满的。这用科学来解释，叫做目标感，也就是生活的意义感。美国拉什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很明确，生活有目标的老年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降低1半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当您专心致志学习一个新玩意儿，或者投入一个爱好时，您大脑里的神经元之间会噼里啪啦地建立起新的连接线路，这就是在给大脑做健身，增加大脑的认知储备。就算将来大脑真的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病变，您之前储备的这些强大脑力也能帮您抵挡住症状，让您不至于那么快就受影响。我认识一位84岁的徐奶奶，她75岁才在社区大学开始学水彩画，后来还迷上捏陶。她跟我说，陈医师，我每天起床想到今天要把画里那片荷叶的绿色调出来，我就觉得浑身是劲，迫不及待想去画室。还有一位老先生，快80了，喜欢研究数字货币的走势图，虽然儿女都说看不懂，但他乐在其中。或者喜欢在平板上玩麻将游戏，在LINE群里给老朋友发早安图，分享养生文章，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表现，说明您的大脑 CPU 还在高速运转，还在处理信息，学习新知。所以如果您现在还有下面这些习惯，请一定要给自己鼓鼓掌。第一，有一个坚持了很久的爱好，不管是种多肉植物、写毛笔字、去公园唱卡拉 OK、在庙里当志工，甚至就是爱追8点档韩剧。第二，愿意尝试和学习新东西，比如让孙子教您用手机拍照、修图，或者上网查一道新菜谱。第三，喜欢跟老朋友泡茶聊天、讲古、分享八卦，而不是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保持一颗对世界的好奇心，就是防止大脑衰老最厉害的防护盾。只要您对明天还有所期待，老天爷都会对您格外眷顾。第5条是关于性格和情绪的，这一点最容易被忽略，但其实影响力巨大。说白了，就是情绪稳定，心态平和。您观察一下身边那些真正的老寿星，是不是很少见到他们动不动就暴跳如雷，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他们大多面容慈祥，说话和缓，像一潭深深的湖水。这不是迷信，是有生理学基础的。科学研究证实，当人处在生气、焦虑或过度悲伤的情绪中时，身体会大量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压力荷尔蒙。对年轻人来说，皮质醇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对血管已经比较脆弱的老年人来说，高浓度的皮质醇就像一场风暴，会让血管猛烈收缩，导致血压瞬间飙升，血糖紊乱，甚至压制免疫系统。简单讲，每一次大发雷霆，每一次跟人争执到面红耳赤，都是对您全身血管的一次重击，都是在预支您宝贵的生命能量。这条标准的表现是：第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比如打电话给子女没接，不小心丢了东西，或者看讨论节目心情波动，您能比较快的想开放下，不会一直反复琢磨，关了电视照样吃得香睡得着。第二，不容易为未来的事情过分担忧，对于生老病死这些自然规律能看得比较平和，比较开明。第三，脸上常常带着笑容，让人觉得温暖。我住的小区里就有2位阿姨，年纪相仿。一位吴阿姨特别爱操心，儿子媳妇周末睡个懒觉她要念叨，
孙子零食吃多了他也要关心，关心不到就自己心情低落，结果心脏做了调理，血压药越吃越多。另一位刘阿姨呢，我们都叫她开心婆婆，儿孙的事她只给建议不插手，每天乐呵呵的去跳广场舞，学插花。刘阿姨今年87了，眼神清亮，看书都不用戴老花镜。她常笑眯眯地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把自己照顾好，就是给他们减负啦。如果您觉得自己最近情绪有点波动，试着做深呼吸，或者记住陈彼得医生这句话，到了这个年纪，让自己开心、平静，就是对全家最大的支持。情绪稳了，血压就稳，健康自然更好。如果说前面5条都是漂亮的加分题，那么这最后一条就是最基本的及格线，也是最核心的一条，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您到了80几岁，还能自己穿衣服、洗澡、整理床铺，甚至还能自己搭车去超市、菜市场挑选买回菜来，煮一顿简单的饭菜，那请您一定要为自己感到无比自豪，这真的太了不起了。在老年健康的评估里，这叫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能自己打理家务，说明您的手眼协调能力、肌肉力量、大脑的规划能力、身体的平衡感都还在良好的状态。这比任何检查报告上的数字都更能反映您未来5到10年的生活品质和健康趋势。研究早就发现，一旦老人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必须依赖他人全天候照顾，健康状况往往会明显下滑。这不单单是身体机能减退的问题，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沉重感受，那种我什么都不行了的无力感，会很快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信心。很多子女非常孝顺，会对爸妈说，妈，您坐着就好，什么都别动，我来倒水，我来扫地，您休息休息。这份孝心令人感动，但只要在安全范围内，能让老人家自己动手做的事，尽量让他们自己做，这才是最大的支持。因为这代表着独立，代表着我还能行的尊严和自主感。我印象很深的一位88岁老先生，他坚持自己手洗内衣裤，自己擦桌子，虽然动作缓慢，但做得一丝不苟。这份坚持让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贡献、有价值的人，而不是家庭的负担。所以，如果您现在还能独立完成大部分日常生活事务，请一定要保持下去，不要轻易把这些能力让出去，哪怕做得慢一点，做得没那么完美，都没关系。能自己动手，就是生命力依然旺盛的最好证明。我们社会推动的长期照顾服务，那是最后最可靠的支持网络，我们当然希望能越晚用到它越好。好了，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6件大事：走得动，脚步稳，速度快，腿脚有劲，睡得香，躺下就能睡，半夜很少醒，醒来也能再睡，吃得下，胃口好，吃得丰富，排便顺畅，有兴趣，心里有惦记的事，生活有盼头，脑子不停转，情绪稳，不随便生气，凡事看得开，脸上常带笑，能自理，自己的事情尽量自己做，活得有尊严。现在，请您把手放在胸口，诚实地问自己，这6条，我做到了几条？如果您能做到3条或以上，哪怕您现在已经85岁了，我也敢说，您的身体基础非常扎实。如果您发现自己只做到了1、2条，也请您千万不要灰心，这恰恰是一次最及时、最有益的身体健康提醒，它明确地告诉我们，哪个部分需要咱们多花点心思去注意了。从今天，从此刻开始，多走几步路，把腿脚练结实，想办法睡个好觉，把心神养安宁，去找点有趣的事做，把大脑活跃起来。我们的人体拥有可观的自我调节潜力，只要您愿意开始行动，任何时候都绝对不晚。最后，如果您觉得今天陈彼得在乐龄养生频道的这份分享对您有一点点的启发，或者让您对自己的身体更有信心了，请您帮我按个赞，也请您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您身边的更多朋友。记得订阅乐龄养生，我是陈彼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